我先问你一个很实在的问题，如果今天医师跟你说一句话，你的胆固醇有点高，你脑袋第一个跑出来的是什么？是不是马上开始想，那蛋还能不能吃？肉是不是都不能碰？是不是以后什么都不能吃了？很多人就是从这一刻开始，吃东西变得很焦虑，明明是吃饭，却像在考试，每一口都在想，这样会不会让胆固醇更高？但我先跟你说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胆固醇高，最可怕的不是吃错一口，而是你一直以为自己吃对了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就用最白话的方式，一个一个把大家最常吃也最常搞错的食物讲清楚。先破一个最大迷思，胆固醇不是越低越好。在讲食物之前，我一定要先帮你破一个迷思。很多人一听到胆固醇高，就会想要把它降到越低越好，但其实胆固醇本身不是坏东西，它是身体用来做很多事情的重要材料。真正的问题不是胆固醇存不存在，而是比例有没有失衡，生活方式有没有把它往坏的方向推。所以如果你只是少吃几样东西，但整个生活习惯变，胆固醇常常还是降不下来。第一类最常被误会的食物，鸡蛋。我们先从最多人问的开始。鸡蛋，很多人一听到胆固醇高，第一个就把蛋划掉。但你知道吗？真正影响血脂啊，往往不是蛋本身，而是你怎么吃蛋。如果你是蛋配培根、蛋配香肠、蛋再加炸物，那问题真的不只是蛋。但如果你是水煮蛋、卤蛋搭配清淡的饮食，对很多人来说反而不是最大的问题来源。胆固醇高的人更该注意的是整盘在吃什么，而不是只盯着那一颗蛋。第二类最容易被忽略的食物，加工肉。接下来这一类，我敢说是很多人胆固醇一直降不下来的关键，但偏偏又最容易被忽略，就是加工肉类。很多人一听到胆固醇高，会开始少吃肥肉，少吃红肉，但香肠、培根、火腿、热狗却照样吃，甚至觉得一点点没关系。问题就在这里，加工肉真正麻烦的不是单纯油脂，而是油盐、添加物一起来。你吃一片可能没感觉，吃久了身体却一直在承受压力。更现实的是，加工肉几乎不会单独出现，常常是配白饭、白吐司、泡面、卤味，整个组合对血脂来说非常吃力。所以胆固醇高的人真正该优先减少的，往往不是肉本身，而是加工过的肉。第三类最常被低估的，看不见的油。很多人会跟我说一句话，我现在都不吃油了。但我每次听到这句话，脑袋第一个浮现的不是安心，而是一个问题：你是真的没吃油，还是只是没看到油？现在的饮食，油常常不是浮在表面给你看，汤面的汤，卤味的卤汁，外食的炒菜，便当的配菜，油早就混在里面。你以为自己吃的清淡，但实际上每天的油量可能比你想象的还多。这种看不见的油最容易让胆固醇慢慢往上爬，而且你还完全没有警觉。所以胆固醇高的人不是只要避开油炸，而是要小心闻起来不油、吃起来顺口的食物。那什么可以吃？其实很多人吃太少。讲到这里，我一定要帮你拉回一个重点。如果一直讲不能吃，那生活真的会很痛苦。事实是，有很多食物对胆固醇其实是加分的，像是蔬菜、豆类、简单原形的食物。但很多人的问题是，不敢吃肉，却开始吃很多精致淀粉，白吐司、白馒头、甜点，反而变成每天的主角。这样的饮食结构对胆固醇一点帮助都没有。胆固醇高的人真正该做的不是饿自己，而是把盘子吃完整、吃平衡。为什么你明明很努力，数字还是不好看？这一段我想讲给已经很努力的人听。很多人真的很乖，医师交代的都有做，检查前几天也特别小心，
但数字一出来，还是让人失望。这时候，你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体质不好，是不是怎么吃都没用。但我想跟你说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胆固醇不是一天造成的，也不可能靠几天就改掉。如果你只是短期调整，长期习惯变，身体自然不会配合。胆固醇反映的是你长时间怎么过日子。今天开始，你可以先做的3件小事。最后这一段，我不想给你太多规定，只想给你3个方向。第一，不要只盯着单一食物，1颗蛋、1块肉都不是罪魁祸首。第二，少吃加工，多吃原形。你越看得出来食物原本长怎样，身体通常越轻松。第三，不要用怕来吃饭，你不是犯错，你只是需要调整。这3件事不用一次做到满分，慢慢来，身体会感觉得到。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现在最担心的是哪一种食物？蛋、肉还是外食？真的不知道怎么选，在留言区打出来，我下一支影片就从最多人卡关的开始讲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帮你把胆固醇跟食物的问题讲清楚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也可以分享给你关心的人。这个频道之后会继续把吃什么、怎么吃，用这种简单不吓人的方式整理给你。订阅健康笔记站，下次就不用再自己查半天。